这2年8系 SUV 的竞争可谓相当激烈，各个门派、各个车型可谓各有绝招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台新入50的智己 LS8要出什么招。它先告诉我的6字口诀是：新奢华、强智能。其实从前面看过去呢，我真的很难一眼分辨出来它跟 LS9，因为它们的车宽和车高几乎是完全一致的，2米的车宽，1.8米的车高，气势上非常一致。家族化的设计，辨识度是直线拉满，依旧是标志的环形灯带、大灯以及封闭式的前格栅。看上面激光雷达，全系都标配520线的激光雷达，而且这一次呢，它依旧可以选装那个很有特点的露营灯。尾部呢，依旧是智己非常标志化的交互大灯，但是啊，整体线条的变动，我觉得相比 LS9呢，它好像看起来少了一点严肃感。看到侧面呢，我觉得一下就跟 LS9有了很大的区分。LS8的车长呢，其实只比 LS9短了20厘米，所以它依旧是一台车长超过5米的大车。但是短后悬的设计，再加上非常倾斜的 C 柱，就让它看起来好像摆脱了一些大车的笨重感。24度的后轮随动转向，空气悬架，再加上灵犀数字底盘，让这台车长超过5米的 LS8拥有4.85米的超小转弯半径。轿车到 SUV， 从舒适到豪华，但智己始终贯穿的一个词就是好开。所以这一次智己 LS8还搭载了线控转向，一坐进车里呢，你就会觉得熟悉感还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相比 LS9，我觉得它多了一些居家的氛围，依旧是贯穿式的仪表和中控，再加上一块很大的副驾娱乐屏幕，大面积的皮质包裹，再加上木纹的地板，邦吉欧路的音响，整个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非常有格调的家庭装修，既有科技感，同时又不失豪华的质感，没有过度堆砌浮夸的设计，就更贴合家庭用户的审美。这次在座舱上带来最大的亮点呢，就是智能化这个方面。首先呢，是搭载了1000问的 AI 大模型，还有 IM Ultra Agent 的专属智能体。我觉得专属司机可能他还需要再学习，但是专属的助理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。我在体验的时候呢，其实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，就是活人感很强。那它的语音交互速度不仅很快，同时呢，就它在跟你对话的时候有了一些语气，就不像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了，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朋友。无线充电、云感座椅、双开门的冰箱，这些都是完全不用担心的。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，它把很多东西都打通了。你好，智己，后排请说。小朋友睡着了，看前后排的这种遮阳帘就都关上了，然后空调开成了非常舒适的风量，音响呢也开始放这种非常轻柔的催眠曲。哎，我怎么也开始不知不觉的小声说话了呢？3米的轴距，即便是3排的布局，你看2排这个空间依旧是很可观的。那来到2排呢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。我觉得加分很多的就是它这个木纹的地板，相比于那种后期改装的那种木地板，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会更有格调一些。另外2排的配置呢，我觉得也可以说应有尽有。看小桌板，2排超大的屏幕、冰箱，还有智己的一些祖传小整活，比如说这个可移动的多功能按键，还有磁吸的小配件。2排呢有这种手动的遮阳帘，其实这个我还是很喜欢的啊。如果说你夏天在车里休息，有这种物理的遮阳帘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。第3排的空间也是绝对没有一点点尴尬的。这个座椅的位置就是我刚刚坐的位置哦，看腿部空间依旧非常充裕。另外，我觉得第3排整体的配置啊也是没得说。首先呢，它的靠背是可以电动调节的，而且角度很大，可以躺得很舒服。另外，扶手边上呢能看到有电调的按钮，3档的座椅加热，有水杯架，还给预留了一个第3排放手机的位置。所以所有的配置，我觉得第3排也是一应俱全的。就哪怕坐在这个位置，也不会觉得我在这个家是被牺牲的那一个。那当然，既然主打家庭定位的话，不能说这样一家人出门就没有地方放行李了，对吧？在3排座椅都直立的情况下呢，后排依旧是可以放下4个20寸的登机箱的。但是放上层行李箱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座椅靠背往前调整了一下，我刚刚就又上去体验了，确实坐的就不像刚刚那么舒服了。但是如果说只带2个行李箱和一些小件行李的话，那就是依旧完全没问题。LS8作为智己超级增程的第3款车，主打家庭定位的中大型 SUV， 没有堆砌配置而失了质感，也没有侧重豪华而放弃了实用，而是让豪华藏进触手可及的细节里。它用长续航、低能耗、灵活充裕的空间、贴心实用的配置适配每一种出行场景。对于智己来说呢， LS8不仅是一台全面能打的中大型 SUV， 更是智己对家用豪华这4个字的深刻诠释。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呢， LS8就不能只是满足需求，而是要超越期待。那么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它的价格吧。